乌军新战法撕开俄防线，普京调用战略部队，2万俄兵集结乌南，要在9月份之前拿下顿巴斯。乌军杀入库尔斯克，控制5块阵地，风暴阴影再次出击，袭击俄机场。只是俄罗斯的增援真的好用吗？战场之外，俄罗斯密谋3大战争剧本：全面战斗、停火或对北约的混合侵略。乌德则是强联合，签署战略合作伙伴协议。乌克兰2026年军费将超过1700亿美元。乌俄战争将会如何发展？乌俄战局又搞出了大动静。4月中旬，乌克兰国防部高调宣布，我们搞出了一套空路无人系统加步兵的融合套餐。简单来说，就是天上飞的无人机，地上跑的机器人，带着步兵大兄弟一起平推。在南线实战测试后，效果拔群，已经从俄军手里抢回了50平方公里地盘。乌军这边打得火热，不断收复领土，俄罗斯那边坐不住了，抽调2万名士兵紧急支援南线。这些俄军不是从其他战线调兵，而是调动战略储备，也就是从边界或其他敏感地区抽调兵力。不仅如此，俄罗斯还定了一个小目标，要在今年9月之前拿下整个顿巴斯地区。只是这个目标，火力军不是第一次看到了，每一次都无法实现，自己还损失惨重，即使动用战略储备也是如此。对于俄罗斯来说，动用战略预备队不是什么好兆头，这一般都是镇场子的，但是没办法，不用不行了。俄罗斯缺兵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征兵体制基本已经到了极限了。虽然征兵一直在进行，但架不住前线消耗得快，招人都补不上窟窿。乌克兰军情局的说法，俄军现在在乌克兰境内大概有68万名士兵，比之前的70万少。在这种情况下，想搞大攻势，兵力根本不够用，只能玩拆东墙补西墙的戏码，把防守漫长国境线或者北约边境的精锐抽调过来，甚至把那些挂科的大学生也招来，直接打包送上前线。从兵力的角度考虑，即使加上这2万人，俄军兵力也只是跟之前持平，没什么进步。之前做不到的事情，没道理现在就能做到。最近这2年，俄军在顿巴斯推进的速度比蜗牛还慢，1年下来推进不到1%，而且代价很大。之前我们就聊了，俄军每推进1平方公里就要损失316名士兵。目前乌克兰还握着顿巴斯10%到15%的要塞区，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这些地方，从2014年就开始挖战壕、修地堡。俄罗斯增援的这2万人，大多数还是来填补战损的，估计连外围的防线都啃不下来，还想几个月内强行突破，没可能。除了兵力，俄罗斯还有一个问题，在武器上也不占优势。现在的战场讲究的是绝对透明，大家都在天上挂着无人机。乌克兰在无人机系统上还占着20%到25%的局部优势。俄军这边装甲车刚出门，坐标就已经发到乌克兰炮兵的手里了，一发精确指导下来，俄兵当场就要开袭。大规模机动战根本打不起来，只能趴在战壕里干瞪眼。还有就是后勤问题，乌军没事就去炸一下刻池大桥，俄军南线和东线的补给线一直处于半身不遂的状态，没有炮弹，没有口粮，光靠堆人头，这仗还怎么打？就火力军来说，俄罗斯调这2万名士兵不是为了发动什么决定性突破，纯粹就是前线缺人缺疯了，拉过来填窟窿的。至于那个9月前占领顿巴斯的笑话，大家看一看就好。这就是一种政治作秀，想通过施加压力，逼着乌克兰和美欧国家在谈判桌上认怂。但是乌克兰这边手里捏着新一代的无人机作战体系，防线也很稳，给俄罗斯机会他也把握不住。火力军估计到了9月份，俄罗斯不仅拿不下顿巴斯，搞不好还要被乌军的新战术反推。在其他战线，乌军也取得了进展，不仅重新杀入库尔斯克，还用风暴阴影袭击俄机场。乌军的钢铁边防部队与特种部队联手，直接跨过边境，杀进了俄罗斯的库尔斯克。不仅出动大量 FPV 无人机开路，还有火炮在后方进行火力掩护，干碎了多辆俄军军车。俄军引以为傲的穆罗姆监视系统在接火中直接被打爆了，连个预警都没发出来就变废铁了。据目前的消息，乌军已经在俄罗斯境内控制了5块阵地，还把俄军辛辛苦苦修的防御掩体给掀了。虽然俄方频道还是一如既往的死鸭子嘴硬，天天高喊防线没破，但事实就是战火又一次烧到了俄罗斯本土。地面部队不断推进，空中也没闲着。顿涅茨克方向，乌军至少使用5枚风暴阴影导弹突袭俄机场。就这，乌军还嫌不够过瘾，顺手扔了一批 GBU-39 制导炸弹。这套组合拳下来，俄军机场直接被炸得外焦里嫩，至少有2个区域爆出巨大火球，俄军的无人机仓库也受损了，辛辛苦苦攒的无人机全成了烤串，跑道和基础设施也被炸得稀烂。估计短期内俄军想从这儿起飞是没戏了。不过最让普京头疼的还得是乌克兰现在的远程打击能力。在近期的袭击中，乌军的无人机和巡航导弹频繁打击俄罗斯各大战略目标，
比如巴什科尔托斯坦地区斯杰尔蒂塔马克的先锋工厂。这个工厂长期给俄军生产火箭炮和导弹零部件，结果一夜之间黑烟滚滚，旁边的石化工厂也跟着遭殃。这可是给俄军提供25%军用橡胶的重点单位，现在全给烧了。这还没完，俄罗斯边境要塞比尔格罗德马卢伊基油库被炸，100米高的火球直冲云霄，特效大片都不敢这么拍。南部的图阿普谢炼油厂也是火光冲天，远东共青城的加加林飞机制造厂屋顶都塌了几个洞，喀山的火药厂也莫名其妙崩了。你要说这全是俄军自己乱扔烟头烧的，反正火力军不信。俄罗斯现在的处境就是前线推不动，后方保不住，打成这样，普京也急眼了，密谋3大战争剧本，甚至想拉北约下水。据乌克兰反虚假信息中心爆料，莫斯科的高层正在密谋乌俄战争的3种大结局，一个比一个魔幻。第一套方案就是死磕到底，打到2028年。俄罗斯目前的算盘是悬压春夏季的攻势。火力军估计，普京的想法大概率是在战场取得进展后，不断蚕食乌克兰地盘，并在谈判桌上给乌克兰压力。4月中旬，佩斯科夫就表示，随着俄军向前推进，双方的谈判将会以另一种方式进行。不过，按照军事专家的话来说，如果不搞全国总动员，俄罗斯无法维持高强度战争到2028年。就目前这兵力，能填平战壕就不错了。进行总动员的话，都不用乌克兰打，俄罗斯自己就没了。第二套方案则是冻结冲突，这个就有意思了。最近俄罗斯的官方媒体开始悄悄放风，说普京是被底下的情报人员给骗了，对前线的真实情况产生了误判。听听这甩锅技术真好，给普京找好台阶，为将来的停火谈判铺路。这说明俄罗斯高层内部早就有人想停战了。第三套方案就离谱了，对北约发动混合战争。这套剧本的设定是在2028年之前把战火蔓延到波罗的海国家。以俄罗斯的战力，肯定不是大规模装甲兵推，而是玩阴的，利用无人机搞破坏，或者派那种20人一组的微型特种破坏小队偷偷渗透进北约领土搞破坏。为了让这件事看起来合法，俄罗斯甚至还在推行一项新法案，允许军队以保护海外俄罗斯公民的名义跨国出兵。此外，在4月中旬，俄罗斯国防部还发布了一份暗杀名单，把德国、英国、意大利、拉脱维亚，甚至是以色列的21家军工厂的具体位置全部公之于众。理由是这些工厂正在给乌克兰造无人机和零部件。俄罗斯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更是跳出来加戏，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些工厂已经是俄军的潜在打击目标，打击什么时候开始看心情。如果大家问俄罗斯会不会打击这些军工厂，火力军的答案是否定的。说白了，这种公布地址加口头威胁的操作，就是想在欧洲民众心里制造恐慌，逼着欧洲政府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不过这种恐吓没什么用，普京高估了自己的威慑力，北约的防空网可不是吃素的。你要真敢把导弹扔到慕尼黑或者伦敦的工厂里，那第3次世界大战当晚就能打响。总的来说，俄罗斯这3种剧本加恐吓反映出的核心问题只有一个：焦虑。常规战打成了烂泥潭，只能靠混合战争和恐吓信来找回点场子。不过欧洲老大哥们显然不吃这一套，无人机照造，防空网照拉，给乌克兰的援助也是越来越多。乌克兰2026年的军费狂飙到1700亿美元，直接跟俄罗斯平起平坐。德国还跟乌克兰签战略大单。在德国举行的拉姆施泰因会议上，北约秘书长吕特大手一挥，2026年北约盟国要给乌克兰提供600亿美元军援。这些钱跟乌克兰有望获得的900亿欧元贷款不重合。如果承诺落实到位，在2026年，乌克兰可获得超过1100亿美元支持，加上本国财政660亿美元国防预算，乌克兰2026年军费将超过1700亿美元。这下俄罗斯傻眼了，之前还想靠着浩大户把乌克兰拖死，结果人家现在的钱包跟俄罗斯一样厚。考虑到俄罗斯被制裁后的通胀和消耗，乌克兰的军费恐怕比俄罗斯还多。除此之外，德国还与乌克兰签了战略合作伙伴协议，外加一份价值40亿欧元的防务大单。不仅有几百枚爱国者导弹，36套 IRST 防空系统，德国还砸了3亿欧元，专门帮乌克兰造远程打击武器。第一阶段还要搞5000架人工智能攻击无人机，这是直接帮乌克兰盖兵工厂。现在的德国包揽了乌克兰35%的国际军援，妥妥的榜一大哥。德国如此慷慨，乌克兰也不能没有表示，于是有了一个乌德矿产协议。之前美乌签了矿产资源合作开发协议，给美国优先开发权和最惠国待遇。现在美乌之间已经就包含数十种战略矿产的开发签署了原材料伙伴关系协议。德国这边双方签署了乌德矿产资源领域合作联合公报，同时乌克兰国家地质与地图局与德国联邦地球科学和自然资源研究所正式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将成立一个由2国机构代表组成的乌德矿产资源协调委员会，负责确定联合项目的清单并监督实施。
现在还不清楚美乌与乌德之间的协议谁的优先级更高，但不管怎么说，给德国回馈这波操作，火力军必须点个赞。在武器联合研制方面，泽连斯基还表态，乌德会共同生产反弹道导弹系统，这一点也是乌克兰最缺的。俄罗斯在4月16日向乌克兰发动史诗级的联合大空袭，暴露了乌军防空上的一点小缺陷。当时的俄罗斯发动了足足703个空中目标，其中包括659架沙赫德之类的自杀式无人机，外加44枚导弹，连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都掏出来了，主打一个饱和攻击。面对这种阵仗，乌军防空部队超常发挥，拦截了667个目标，防住了90%的攻击，尤其是 F-16和部分防空系统立了大功，把俄军的巡航导弹剃了个光头，全部击落。但剩下的那10%弹道导弹占了大多数。这也没办法，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飞得慢 ，F-16在天上溜达一圈就能像打鸟一样点名，但弹道导弹是从外太空砸下来的，速度极快，想拦住他们只能靠爱国者这类高级货。可高级货的拦截弹太贵太稀缺了，乌军的反弹道导弹严重断缺。俄罗斯或许是看出了乌军防空方面的漏洞，加大了袭击乌克兰的频率。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哈在论坛上拉响警报，根据最新情报，乌克兰接下来要大幅修改空袭 KPI 了。以前那种8到10天来一次大轰炸的节奏已经嫌慢了，现在俄军计划每个月搞7次大规模打击，平均算下来每4天就要来一波。按照西比哈的说法，这不是随便扔几个炮仗听个响，每次空袭的起步价是至少400架自杀式无人机，加上至少20枚导弹。俄罗斯现在就是想靠数量硬生生对死乌克兰的防空网。就跟我们上面说的那样，无人机不用担心，现在的乌克兰已经可以把拦截俄罗斯无人机的任务给外包出去。4月中旬，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多洛夫宣布了一个战果，一支乌克兰私人防空部队成功击落了一架时速超过400公里的喷气式沙赫德无人机。这个私人防空部队就是乌克兰的19家大企业，为了保护自家的发电厂、炼油厂等关键基础设施，自己出钱出人组建的防空大队。他们被统一编入乌克兰空军的指挥网，平时就在自家厂房顶上蹲着，只要俄军无人机飞过来，直接开火硬刚。于是有了这一次的战果。这是人类战争史上第一次有非国家火力的私人小组打下这么高速的空中目标，相当厉害。喷气发动机的沙赫德无人机速度比老板快了1倍，结果竟然被企业保安给打下来了。这说明这些私人防空部队能够帮助正规军分摊压力。以后俄军再想占乌克兰的电厂，还得先问问厂里的保安大叔同不同意。对于弹道导弹就没有那么好的办法了，所以泽连斯基现在是天天喊天天催，求着荷兰等欧洲大哥赶紧送反弹道导弹。如果与德国联合自研反弹道导弹，好处有多大就不用火力军多说了吧。除了送钱送防空，德国最近还在憋一个大动作。据路透社报道，德国正拉着荷兰悄咪咪研发新型远程巡航导弹，射程直接飙到1000到2000公里，多平台发射带隐身高精度。明面上说这是为了减少对美制武器的依赖，提升欧洲本土的防务能力，但这时间节点很难不让人浮想联翩。大家都知道，之前乌克兰眼馋德国金牛座，但德国官方一直死咬着不给，后来干脆连具体的军援清单都不公开了，主打一个战略模糊。但神奇的是，乌军后来自己搞出的远程武器，动不动就飞到莫斯科周边炸个痛快。这背后有没有德国的技术支持，各位懂的都懂。现在这款德荷联手的新型导弹，这玩意儿造出来去哪儿测试最好？那肯定是送到乌俄战场，实战是检验武器的唯一标准。与其放在自家仓库里落灰，不如拿给乌克兰去炸俄罗斯的弹药库，刷一波实战数据。现在乌克兰手里有钱，有欧洲撑腰，防空网正在用德国的爱国者与 IRIS-T 以及自家的防空导弹，远程打击能力也在疯狂飙升。火力军估计，普京看着这1700亿的军费账单，再看看德国和乌克兰签的矿产和防务大单，估计今晚是睡不好觉了。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与防空不断升级，俄罗斯则一直掉链子，自己压箱底的白天鹅和轰炸机一大半都在机库里吃灰。俄罗斯这边无人机倒是飞得挺欢，但一看看他们真正的战略武器，那场面可就相当尴尬了。根据权威航空智库的最新分析，俄罗斯引以为傲的图160M白天鹅大部分都在趴窝。数据显示，俄罗斯航天部队账面上虽然有18架图160M，但真正能在天上飞去乌克兰执行任务的，满打满算只有7架，剩下的全在仓库里吃灰，或者在工厂里大修。因为之前乌克兰经常派无人机去俄罗斯后方抄家，比如炸了贝拉亚空军基地，逼得这些宝贝鸽蛋到处搬家，四处躲藏。卫星照片显示，很多图160M被分散停放，生怕被乌克兰一锅端了。截至4月中旬，影像显示仍有2架图160M轰炸机停放在开阔地带，其他飞机分布在多个地点，包括恩格斯2空军基地、乌克兰卡空军基地、叶利佐沃机场、拉门斯科耶机场和鲍里索格列布斯科耶机场。
只是这些图 160M 无论是维修还是升级都要排队。乌克兰这几年专挑精密工厂和炼油厂下手，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已经被炸得底裤都快没了。就拿塔甘罗格的贝里耶夫飞机场来说，这可是专门造预警机和水上飞机的核心大厂。结果呢，2024年还能赚个1500万美元，到了2025年直接血亏6500万美元。乌克兰的远程精确打击不仅炸坏了厂房，更是从根子上瘫痪了俄罗斯的军工生产链。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还有图160能飞就已经很不错了。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俄罗斯在乌南集结兵力有没有用？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